韩国第一美少女战士横空出世，身材颜值堪比她身后的举牌女郎。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走红网络，没想到她却偏偏选择比较血腥暴力的搏击，来滑梯馆点名挑战武警霸王花胡丹丹，结果被胡丹丹拧成了麻花，蛮横不讲理的重拳差点把韩国美少女打毁容。如此惨不忍睹的一幕吓坏了武僧一龙。韩国美少女战士招惹谁不好，非要招惹武警霸王花。简单介绍一下胡丹丹，她来自北京武警体工队。别看她个头小小的，身材瘦瘦的，其实各种擒拿格斗招式胡丹丹基本上是样样精通。看胡丹丹的脸蛋有一种天然的美，然而康锦熙则是一脸的科技与狠活。既然是来滑梯馆找胡丹丹麻烦的，胡丹丹也没必要和他多说废话，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胡丹丹的精彩表现。胡丹丹呢也不大，今年26岁。他这个级别当中啊，也是多年的这个要打3局，每局5分钟。是的，那么用拳、用腿，胡丹丹呢在地面之上，在站立过程当中采用的方法很简单。有点好，转入地面。双方的本体感觉还是非常出色。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本来胡丹丹就没想和康锦熙有任何废话，直接就采取了强制措施。然而年仅19岁的康锦熙也不是什么小菜鸟，立即与胡丹丹展开了激烈的内围缠斗。擅长站立格斗的胡丹丹此时非常不情愿，一直想甩开康锦熙这个粘人的小妖精。康锦熙宁愿挨到攻击也不愿撒开胡丹丹，看来他还是比较惧怕胡丹丹的站立格斗。胡丹丹在上体位，居着上方，有背后的脚技会出现吗？看看他裸脚，这个现在这个把位还不是非常合适，现在需要进行调整，双方在进行体姿的一个调整，看能不能做转体，做转体。我们看看，好像胡丹丹的这个胳膊。其实2个女人打比赛比2个男人打比赛更具有观赏性。擅长地面摔跤柔术的康锦熙，到了他擅长的领域之后依然很苦难，根本无法挣脱胡丹丹所布置的锁技。胡丹丹一个疏忽大意被康锦熙拿到了手臂，但这一行为并没有让胡丹丹出现慌乱的行为，而是奋力挣脱之后果断砸击康锦熙。高度一击，来机会了，马上连续砸拳，这是一个连续的机会，对方也是非常顽强，非常顽强。刚才太凶险了，康锦熙果然19岁的小将，实力不俗，了不起了不起。小金刚才差点一个十字弓。现在我们来看双方焦灼在这个体位，这一个断头的姿态，但是完全呢可能用不起来。康锦熙实在是太粘人了，就算胡丹丹使出了全身上下所有的力气，都很难挣脱康锦熙所实施的内围缠抱。一直这样打下去的话也不是办法。此时的胡丹丹十分的无奈且无助，康锦熙这一行为彻底打乱了胡丹丹在赛前所制定的作战计划，根本想不到康锦熙竟然会如此无赖。有章有法，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一来一往，我们看到确实打的有章有法，有章有法。而且胡丹丹他的挣脱技术很强，可能也暴露出了康锦熙他的身体的力度还不够，双臂的这个力度还不够，他不能锁住目前这个26岁的胡丹丹。关键是什么？就是双方都不是等闲之辈，这个胡丹丹这是有很好的准备，要么打站立格斗，要么打地面缠斗，这样的比赛才最具有观赏性。然而康锦熙却偏偏选择长时间的内围缠抱，毕竟这是一场综合格斗的比赛规则，内围缠斗并不违反比赛规则。一旁的裁判也没办法命令2人分开，重新回到站立对拼。长达3分钟的搂抱让裁判实在是忍无可忍，于是便决定将2人分开。纠缠时间过长，就是有一些包扎物啊，这个装饰品呢不能威胁到对方。你看胡丹丹，他这个感觉有点类似您的学生唐金。因为这个东西女孩子嘛，她还是有一定的表现，尤其是自己个性化的方面的展示也是必不可少的。美女对决嘛。不得不说，康锦熙还算有点勇气，重新回到站立的他果断向胡丹丹发起了猛攻。他的猛攻非但没有让胡丹丹吃到苦头，并且还让胡丹丹从中寻找到了合适的进攻机会。多次的防守反击彻底把康锦熙给打崩溃了。实在没办法的康锦熙再次选择搂抱，然而胡丹丹也表现出了十分的冷静，并没有因为康锦熙频繁的搂抱而丧失理智。因为这个好像因为控制方还是在胡丹丹这一面，似乎是这样啊。所以胡丹丹总是用拳，那逼着这个康锦辉也是要不停的用拳来迎战。但是对方呢，对于这个缠抱在一起，把对方撂倒以后使用关键技呢，这点呢更有一些信心。这是说在这个围城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发型啊，这个对，就是要遏制，这个怎么弄呢？怎么挣脱呢？相当于这个第2个。既然胡丹丹无法改变康锦熙频繁搂抱的事实，那就主动面对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应该也可以看出来，康锦熙在站里根本就不是胡丹丹的对手，在他擅长的地面缠斗领域依然打不过胡丹丹，所以康锦熙只能通过搂抱来降低压力。这个两个选手之间的旗鼓相当比赛，有可能是一个回合难以解决对方，难以解决问题了。但是这要打15分钟啊！哇，动用了手指，因为戴着分指手套，这个女孩子的功夫还是抓脸抓住。这是严重犯规的，犯规有可能会被罚下。你不能抓脸啊，这是有严格规定。哎呀，在抠着眼睛，哎，绝对不允许，很可能会轻人犯。第二回合开始了，年仅19岁的康锦熙能把比赛打成这样实属不易，在站立格斗对拼就选择锋芒毕露，被打怕的康锦熙也不敢主动邀请胡丹丹进入到地面缠斗，实在顶不住压力的他再次选择了主动搂抱。经过长达5分钟的对拼，胡丹丹早就看透了康锦熙的作战计划，很快属于康锦熙的臂港湾就被胡丹丹打破，内围缠抱只能解康锦熙一时困扰，并不能一直成为康锦熙的逃避现实的臂港湾。绳圈边啊，在比赛规则规定呢，不能用这个手去抓对网或者是绳，这样呢会被裁判提示。通过这种方式来固定自己身体，但是不能抓过去。是的。所以他也是过来看。现在呢，看起来就是胡丹丹还是有些被动了。有点危险了。苍蝇现在也没办法，我摔不倒你，是吧？因为对方是想把你撂倒。看到胡丹丹呢，他还是尽量避免啊被对方缠倒在地上。但对在地面的缠打呢，应该说他不是最好的选择。眼见胡丹丹拿到了断头台把位，康锦熙再也不能坐以待毙，静静等待死亡来临，于是选择将胡丹丹带入到地面缠斗。进入到地面缠斗的胡丹丹依然控制着康锦熙的脖子，稍有不慎，康锦熙的脖子就会被打断。此时此刻，康锦熙才意识到事情的危险，脸上也出现了慌张的表情，看上去是胡丹丹被康锦熙压制着，其实胡丹丹才是整场比赛的主宰者。非常显著的特点，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景。因为你被动一方啊，往往是逃到外面就避免打击的。赵子阳就把双方给拖回来了。这是比赛规则的一个规定。现在牢牢的还控制住这个康锦熙的脖颈，这个断头台的体位还是有的。这是用围绳打这种比赛的一个特点。如果咱们违法的话，你就跑不了，你只要你根本就跑不了。现在挣脱出来了啊！至于上方，胡丹丹的臂力是有太吃力了，还是被挣脱了。挣脱束缚的康锦熙就像是看到了太阳，果断拿出小拳拳捶击胡丹丹胸口，砸击胡丹丹不过瘾，还想强制掰断胡丹丹的手臂。机敏的胡丹丹快速把康锦熙拧成了麻花，让康锦熙动弹不得，怀疑人生。他根本就无法想象胡丹丹竟然拥有如此快速的反应能力。接下来便是康锦熙痛苦哀嚎的时刻。锁没锁好，但是现在已经成型了。现在危险，胡丹丹要挣脱，危险，头部危险，3角锁还是相当危险的。胡丹丹要现在踩上裁判非常紧张。这个时候危险了，容易出危险。康锦熙现在双腿夹住了胡丹丹的这个3角锁，这个3角锁，这是个蟒蛇脚。赵子阳也是，你像身把身体拉直，这胡丹丹呢，现在面临考验。现在该怎么样的危险的情况下会去争个比赛来进行挣脱？可能还是没锁死。在从这个角度很危险。这个高低把握，这个双方在转身，相当的危险，相当的危险。来调整把位，看他会不会用连环锁。被拧成麻花的康锦熙还在苦苦坚持，当下这个局面非常难以接受，甚至连谁的手臂都很难分清楚。再加上康锦熙和胡丹丹都戴着红色拳套，一时间俩人打得难分伯仲，不分上下。现在双方呢，除了这个技术啊和非常冷静以外呢，心理品质也是严重的考验。胡丹丹也在用锁，互相锁住了康锦辉的脖子，各不相让。而康锦辉呢，现在要力所摆脱，力所摆脱，哎，蹬开他的左臂。没有。双方纠缠在这里了，提示这个动作对翻动，这个时候反而康锦辉感觉痛苦了。现在我看现在是胡丹丹难逃一劫啊，有希望，看能不能顶住。康锦熙最终放弃了抵抗，紧接着就是康锦熙职业生涯最苦难的时刻，重新挣脱束缚的胡丹丹就像是猛虎下山一般勇猛，随时都能把康锦熙洗白白给吞掉。奈何康锦熙是摔跤柔术出身，在地面缠斗期间，尽管胡丹丹占据大比分优势，占据比赛节奏，那也很难快速压制住康锦熙，从而打败康锦熙。摆脱了，掉了康锦熙的。就看胡丹丹接下来这个动作会从背后，因为这个角度有可能摆脱。职业比赛的经验，这只是个压制而已。现在这个锁的动作呢，基本上已经是地面上确实是很有招了，断开了。
现在还剩40秒啊！这个时候如果扣人心弦康锦辉如果一使劲的话，就会将彻底挣脱。现在福丹丹好像没有办法，现现在是团身保护，旋臂翻滚，继续来锁住脖子，做断头，来做断头，把位还是不是非常合适，是相当难完成的。康锦熙还很年轻，无论在什么方面和胡丹丹展开对比，胡丹丹都要领先康锦熙几条街。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康锦熙显得十分无力。无论在什么领域展开对抗，康锦熙几乎都不是胡丹丹的对手，尤其是在站立对拼，胡丹丹能直接把康锦熙按在地上疯狂摩擦。一肉，好，时间到。胡丹丹呢是首战在全新时代芙蓉镇，惊艳的亮相。好，胡丹丹采用的战术还是在站立的时候用拳击，非常敢于啊，拳法打好组合，打好控制。在他拼底下，如果在利用拳 KO 的对手也可以，这有点让人想起了唐金当年也是用拳头，40几秒钟就 KO 了对手。但是呢，他有组合连环锁的这种的拖衬，这样呢才能使自己的拳法得到有效的发挥。这个袭顶非常痛苦的。胡丹丹呢，在芙蓉镇比赛当中啊，他也是看似啊，把俄罗斯的女将第3回合开始了，地面缠斗也好，站立对拼也罢。就算是面对康锦熙所实施的内围缠抱，此时的胡丹丹照样可以灵活应对，长达10几分钟的对抗，也算是让胡丹丹彻底看透了康锦熙。韩国第一美少女战士，除了在擂台上实施内围缠抱以外，什么进攻招式都不敢轻易实施出来。看来她并不是害怕胡丹丹一点。康锦熙呢打得非常聪明，他不给你距离。现在康锦熙，胡丹丹呢还是极力摆脱。康锦熙是不停的，双方在纠缠在一起。好，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呢是2017年全新时代中外全网全明星搏击经典，是由湖南经视联合央视体育频道和青海卫视共同给您打造的今年的全明星赛。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女子 MMA。康锦熙实在是太无解了。第1回合实施内围缠抱可能是因为紧张，第2回合实施缠抱可能是因为还没准备好，这都已经到了第3回合，怎么还一直对胡丹丹实施无理的缠抱？与其说这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不如说是2个女人脸对脸、身体对身体的贴比赛。裁判在一旁看得非常不亦说乎。使用膝法连续撞，很有可能双方会分开。恐怕今天的结果呢，不太出人意外的话，将会在纠缠之中结束了，双方也显得精疲力尽。好，回到场地中央，比赛继续。但是前面的这种抱缠啊，对于胡丹丹的在坚持住最后的30-40秒钟，这个韩国的选手这场比赛我们要看裁判组3位边裁1位主裁将怎么样来进行判定。对。飞正田虽然呢步入胡丹丹的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30秒，对比之下，整场比赛康锦熙一次有效进攻都没有实施出来。反观胡丹丹，最起码在站立格斗对拼期间，占据了多项比赛优势。就算把结果交给裁判，那么大比分优势依然是属于胡丹丹。置于人，这至为关键。时间已经不多了。好，还有10秒倒计时。10秒。看来呢，比赛中出现什么惊天逆转的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了。最终比赛胜利归属于胡丹丹。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尽管康锦熙的颜值很高，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胡丹丹实在给他上了一课。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胡丹丹打几分？